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当他们先婚后爱，赵露思诚意破碎感拉满。当他们先婚后爱，赵露思与诚。有时候，爱情不是从你好开始的，而是从一场误会、一次契约、一纸婚约开始的。赵露思与程毅主演的《当他们先婚后爱》，正是这样一场在理智与心动之间失衡的爱情故事。这部剧开一，他冷他暖，冰与火的婚姻。程毅饰演的沈潇是那种典型的禁欲系男主，他身上有着程毅惯有的气质，寡言、冷峻、内敛，像一面不动声色的湖，却暗流汹涌。他是家族企业的继承人，经历过背叛与失去，对情感二字几乎免疫。赵露思饰演的林若初，则是一名平凡但坚韧的女孩。她不是傻白甜，而是那种被生活磨砺后，仍然坚持温柔与真诚的女人。她接受这场婚姻，起初只是为了稳定与安全，却没想到，慢慢的，她真的爱上了那个从不表达爱的男人。他们的婚姻像一场交易，没有鲜花，没有誓言，只有冷静签下的合约与一纸婚书。但随着相处的深入，观众看见的不是契约爱情的套路，而是一种细腻的心理转变。程毅的眼神从冷漠、怀疑到不舍、慌乱；赵露思的笑容从礼貌、克制到温柔、心疼。两人都在变化，而这种变化悄然发生，又令人心碎。二，程毅的破碎感冷到极致，变成深情。程毅的表演总能精准地诠释克制中的爆裂。他不需要大吵大闹，不需要流泪，只一个眼神，一句轻声的"你走吧"，就足以让观众心碎。沈潇这个角色其实是典型的情感压抑型人格，他爱却不敢承认，他怕失去，就干脆先推开。程毅在剧中那种越爱越疏离的表演方式，把男性情感的复杂性表现得极致。有一场戏最令人难忘，林若初病倒，沈潇抱着她冲进医院。医生说，病人情绪压抑太久，才会导致急性发作。那一刻，他的手一直在发抖，嘴唇紧抿，眼神红得像要滴血。但他没有哭。程毅的强大之处就在这里，他不表演眼泪，而是让你感受到哭不出来的疼。他演的不是表面上的冷，而是深藏心底的伤。那种有爱不能言的压抑，让沈潇这个角色不再是纸片人，而成了活生生的灵魂。三，赵露思的温柔反击，笑着流泪的强大。赵露思这次的表演彻底脱离了以往古灵精怪的路线。她演的林若初安静而温柔，眼神里总带着一点倔强。她不是受害者，也不是被动的小白花，她懂得退，也懂得爱。在剧中，她曾对沈潇说："我不怕你不爱我，我怕你连自己都不爱了。"这句话是全剧最打动人心的台词。林若初的爱不是依附，而是拯救。她看穿了沈潇的伪装，看见了他心底那道无人感触的伤。他用自己的方式一点点融化他。赵露思的表演细腻的令人惊讶，每一个微笑，每一次沉默，每一个转身，都是情绪的流动。他的破碎感不是崩溃式的哭泣，而是一种压抑的温柔，一种明知会受伤仍然靠近的勇气。四，当爱变成拉扯，两颗灵魂的共鸣。当他们先婚后爱的魅力，不在于剧情有多新，而在于人物关系的真。沈潇与林若初的爱情是彼此救赎的双向奔赴。他教会他如何在风雨中保护自己，他让他重新学会去相信温柔。他们的爱情不是轰轰烈烈，而是细水长流。他们不说我爱你，但一个眼神，一个动作，都藏着爱。这也是观众最着迷的部分，那种明明相爱，却又被命运逼得互相折磨的痛感。
这种痛不是虐恋，而是现实。谁的爱情不曾有过误解、犹豫与错过？当沈潇终于在结尾拥抱林若初，低声说出那句“我以为我不会再爱了”，观众的泪彻底崩塌。那不是一句台词，而是诚意用所有克制换来的释放。5. 从角色到演员程毅与赵露思的化学反应。有趣的是，程毅与赵露思在现实中的气质也形成了某种天然的反差感。程毅沉稳安静，像一块未经打磨的石头；赵露思灵动活泼，像一阵风。正因为这种反差，他们在镜头前的互动才如此真实。两人无论是对视、拉扯，还是冷战，都让人相信他们真的经历了一场从疏离到依赖的婚姻。导演在采访中曾说：“我选择程毅和赵露思，是因为他们都有真。程毅的真是内敛里的情绪，赵露思的真是笑容里的泪。”这句话正是这部剧成功的关键。6. 破碎的爱更动人。先婚后爱本身就是一个极具戏剧张力的题材，它考验的不仅是演员的演技，更是他们对爱的理解。在当他们先婚后爱中，爱不是浪漫的糖衣，而是一场疗愈。他们彼此相遇，不是为了相爱，而是为了让彼此重新相信爱。沈潇学会了拥抱，林若初学会了依靠。他们从互相猜忌到学会信任，从冷漠对峙到温柔共生。破碎过，才更懂珍惜。正如程毅在宣传语中说的那句：“不是先婚后爱，而是先救赎，再相爱。”7. 结语：当爱重新定义婚姻。当他们先婚后爱是一部看似狗血却异常真诚的剧，它没有太多的华丽台词，却让每个细节都能戳中人心。赵露思用笑掩饰伤，程毅用冷包裹暖。他们在婚姻里跌跌撞撞，却也一步步走向彼此。有人说，这部剧的内核其实就是一句话：我们都曾以为爱情是激情，但真正的爱情是在伤痛中依然选择靠近。也许这正是先婚后爱的意义所在，不是一开始就有爱，而是在柴米油盐、争吵妥协中，学会去爱、去理解、去包容。程毅的破碎是深沉的告白，赵露思的温柔是坚定的拥抱。当他们终于并肩而立时，我们才发现，有些人注定要先经历失落，才能真正相爱。